好，这里是幸福星毛，我是 Amy。一杯咖啡的时间，知识使你更有力量，更有魅力。如果你渴望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咯。疫情2年后，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你发现了吗？我们的工作、人际、娱乐、学习，全部都跟手机与 iPad 绑在一起。你听过多巴胺瘙痒吗？即使睡了很久，还是脑疲劳吗？你的孩子被荧幕绑架吗？你和你的孩子提前讨论过线上安全问题和制定使用网络规范吗？根据 Digital 网际网络使用情况2022年最新调查表示，现在每个人每天平均花费2个半小时到7个小时在网络与手机上，有的人甚至超过了7个小时。每小时至少要查看手机1到3次，才不会感觉到焦虑。每个月总计平均有75小时在网络与手机上漫游。以台湾人为例，台湾人爱上网的程度非同小可，每日使用网络的时间高达约8小时，相较于全球平均约7小时左右，硬是多出了1个多小时。这意味着全世界正在面临网络时代带来的巨变，而我们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带我们走向天堂，或是崩溃的未来。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视讯上课后实际发生在各个家庭正在发生，家长正在经历也很无助的普遍社会现象。对照疫情前跟疫情后，除了视讯上课以外，学生使用网络和手机的时间加长了数个小时，产生手机游戏成瘾的现象。原本使用3C 电子产品跟智慧手机玩游戏就很频繁的孩子，产生网络成瘾的现象遍及全球。严重到了父母无法管教的程度，不但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对学习没有耐心，近视度数倍增以外，还有无法控制停止刷手机社群、玩游戏、追电影、追剧的现象。近日 Amy 在生活中听到几个非常严重的例子，都是因为网络成瘾带来的家庭破坏，比如说日夜追剧、逃课、拒绝学习，情绪变得暴躁易怒，线上游戏赌博让你小赢后大输，甚至沦落全家背债的窘境。网络购物成瘾，用父母信用卡提前大额消费，循环利息几十万，越滚越大，近100万的例子时有所闻。游戏成瘾的学生不断花钱买配备，追求虚拟的成就感。孩童早熟早恋，国小国中已有数次的恋爱经验。今天我们做这个主题，是想要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更多的师长提早了解自己的孩子手机游戏成瘾真的很严重，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管不动就放弃。Amy 查遍了很多资料，想要让更多的家庭了解这个议题的严重性。这张图可以让各位尽量分享，做参考，来拯救我们失控的孩子们。Amy 深切期盼，在前进元宇宙的网络时代，我们仍要保持身心平衡，也要做最大的努力，帮助孩子身心健康长大。请各位家长、师长一定要提前防范，避免孩子状况恶化，误入歧途。2010年，贾博士生前告诉《纽约时报》记者 Nick Bilton， 他的孩子从没用过 iPad， 他们在家会限制孩子对科技产品的使用。好几位游戏电玩开发者自己也绝不玩让人上瘾的游戏，比如说《魔兽世界》。《纽约时报》记者 Nick Bilton 访问过多位科技界巨人后，更发现，越是科技界巨人，越会对自己的孩子立下严格的各种电子装置规范。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只要取得体验，这些设计都让人无法抗拒而沉迷其中。你知道吗？会网络成瘾问题不在于你或你的孩子缺乏意志力，问题在于荧幕背后有上千人精英团队不断日以继夜的努力，就是为了瓦解你的自制力。
科技本质不坏，科技带给我们便利，但我们仍要有自觉，甚至明白侵入性科技成瘾的机制如何操纵人心，然后刻意地减轻它所造成的伤害、危害，学会控制它，避免这些成瘾的行为阻断我们人生健康的发展，失去生活均衡的分配。欢迎分享给需要的人，让我们身边更多的孩子免于走上不归路，甚至将来变成啃老族、简居族，避免更多的家庭走向破碎。首先，我们先了解手机和游戏成瘾对孩子大脑带来的影响。一、对大脑结构的改变，大脑皮质厚度会越来越薄。每当盯着荧幕的时间越久，大脑皮质厚度越薄，影响语汇、知识累积的能力。二、大脑神经突触连结很难形成髓鞘，一技之长难以深植脑中。一个人的知识与智慧的形成是经过亲自体验与操作，然后反复思考与练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大脑突触连结会因为反复的练习变得更加的强韧，渐渐形成专业。但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无可避免的，每个人经由浏览网页、扫读书本、跳跃性阅读来获取知识，而更少的深度阅读与精读将造成大脑突触连结很难形成，难以培养孩子一技之长。第三，破坏大脑白质完整性，直接影响孩子的沟通能力。如果大脑是一部电脑主机，大脑白质就是身体各区域重要的沟通线路。当孩子长时间盯着电子荧幕，大脑白质完整性就会越差，而线路出了问题，大脑就会宕机短路，造成孩子学习发展迟缓，特别是学龄前儿童更是需要注意。第四，网络不断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对孩童和青少年还未发育完全的大脑来说，等同于吸食古柯碱成瘾。人类喜欢可以活化多巴胺的酬赏，数位刺激就像是多巴胺瘙痒，喂养脑中的享乐途径。多巴胺令人感觉良好，并形成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人和小孩都发展出强迫性成瘾性的简讯与社群媒体的使用习惯，如同电子海洛因般的上瘾。每当有人给你照片点赞或评论的时候，你便会获得一次多巴胺所带来的满足感。在你还没有发文前，就在想会得到几个赞呢？这都是数位刺激能够点燃多巴胺带来的酬赏，令人感觉非常良好，所以想使人要更多，并陷入疯狂。所以当父母与网络成瘾的孩子相处时，切记勿突然切断网络，请你改用引导的方式。曾经有父母果断切断网络而孩子轻生的案例，其实这是因为成瘾者突然戒断而心情低落的症状。5. 童年互动与触碰的经验，对发展社会互动、同理心与人际技巧的脑区非常重要。如果太早、太小就接触荧幕，时间过长，这些脑区块便没有办法充分发展成长。第6，许多家长会掉入思想的陷阱，认为小孩盯着荧幕就表示已经有强大的专注力了。其实，纽约大学小儿科教授表示，小孩只能对荧幕保持专注，但无法专注于其他事物时，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特征之一。玩手机太久太长的时间会变笨，真的吗？我们来看一个身体经历的压力反应循环，就生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个表。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长期处于升高的状态。在你不断的想要看手机的情况下，这类的循环不断的加强，就会让皮质醇水平长期处于升高的状态。这样长期处于慢性压力的状态下，大脑会受到影响。以下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区域都会萎缩、退化，甚至连结变少。也就是说，玩手机太多太久，真的会变笨、变傻，变得反应迟钝、情绪盲目。
值得一提的是，手机蓝光对眼睛的影响。手机的蓝光有可能会造成视力恶化，尤其是要特别注意，夜间没有开灯的时候滑手机，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剥离哦。另外要特别提到的是，数位时代大家都有的脑疲劳。如果你喜欢在睡前刷一下手机、追一下剧，会导致长期睡眠障碍。原因是因为它会刺激脑神经，导致交感神经亢奋，肾上腺压力荷尔蒙分泌过度。国际权威脑神经科学医学博士兼教授成瘾专家 Nicholas Carteris 曾在其著作表示，接触暴力游戏的孩子会让大脑冲动的控制力减弱，比起其他未接触暴力游戏的孩子，的确相较之下更具攻击性。接下来我们提到几点对孩子心理的影响：一、太早接触暴力与色情，会太早失去纯真与创造力；第二，对社群媒体同侪压力，要小心网络言语的霸凌，孩子会提早接触到这些同侪的压力，有时候呢，甚至会被性霸凌，会被传裸照或暗示性的图片，这些父母都要特别的注意。第三，过动症或者是封闭社交恐惧症。第四，有可能会有逃避现实、低自尊的现象，会躲在虚拟手机或游戏世界当中。第五，他可能会焦虑、忧虑、易怒，还有自残的现象。第六，会有一种恐慌症，没有手机或者是网络的时候，就会坐立难安，无法集中专注。对学业的影响。一、思考力退步，比如说思想退化、简化，缺乏求知欲，也很少有与众不同的创造力想法。下降的最多的是精密性的思考变少了，深度思考也变少了。第二个呢是专注力很短暂，过度使用社群软体追剧、简讯聊天。第三，记忆力退步，使用3C 产品是多工作业与思路被各式讯息打断，这些都会影响到大脑的记忆功能。第四，学习动机低落，不管学校教的、父母教的、社会教的，一概没兴趣，只对滑手机、打游戏、追剧有兴趣。第五，社交能力退缩，社交障碍。第六，自制力降低。再来，我们提到对家庭的影响。一、家人感情会疏离；第二，孩子难以教养问题造成夫妻失和；第三，孩子网络购物成瘾有可能造成信用卡债务问题；第四，孩子迷上网络赌博有可能会导致倾家荡产；第五，孩子游戏成瘾可能会拒学逃课，这些都是父母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再来，我们提到造成网络成瘾的原因。一、消除现实压力、负面情绪。其实孩子呢，他其实是在网络当中逃避现实中成绩不如预期的挫折感。第二呢，是网络多巴胺带给孩子新鲜感。第三呢，网络组队一起打游戏呢，他可以获得归属感，减少孤单感。如果他在现实当中与人相处有问题的话，他就可能会退缩到网络这一块。再来呢，我们会提到身为父母或身旁的家人、朋友、师长该如何应对或从旁协助。一、父母要以身教示范。一想到对孩子大脑的发展好，说什么呢也要忍一下，不要在小孩的面前一直狂刷手机。第二，勿过度保护孩子，千万别放弃。如果你放弃，可能严重会导致社会问题，甚至演变到后来孩子变成日本社会的简居族，足不出户，天天关在房内打电脑，不工作也不社交。第三，安排家庭活动、营队活动、才艺活动，让孩子对真实世界去体验，去感受到温暖，去感受到乐趣。刚开始呢，孩子可能会排斥，但是你要慢慢的引导他，让他呢感觉到这个世界呢是需要他去体验的。第四，及早建立家庭网络使用规则，设定严格的规范，过滤内容和检查孩子接触的资讯分级是否合适。例如一天玩多久，几点关机，1个礼拜只能玩几天。
学业成绩落后后，时间要减到多少，跟上进度，马上就恢复以前的休闲时数，这些父母都要制定严格的规范。父母不应该要孩子安静就把手机、平板给孩子，让他肆意的玩。第六，孩子如果已经有成瘾的现象，切记少批评责骂或冲动断网，引发更严重的亲子冲突。记得父母要成为拉力而不是推力，让孩子更逃避现实。重建会付出庞大的代价，但是呢，帮助孩子走出网瘾呢是非常重要的。耐心、关心、肯定孩子微小的进步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带孩子走过阶段最痛苦的时期。第七，协助孩子学会抵抗诱惑和学会自律。在 IG 呢，我会放上这次我们做这个影片参考的几本书，大家都可以去购买回来看。面临这样的时代，是每个家庭都在面临这样的考验，所以呢，大家要及早的来为孩子筑一个安全的墙，抵抗这个1世代的网瘾。记得培养好的网络习惯，让我们使用科技，而不是变成科技的奴仆。好的，希望今天这个主题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可以按赞、订阅或分享给需要的人，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想法哦。我们下次见，拜拜。